Hello，又来到我们8点半的直播啊！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们直播呢正式开始啊。那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你们好。那这里呢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呢？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下来，然后也让我认识一下你啊。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先来回顾一下过去的大事啊，过去的大事呢尤其是过去一个星期是非常的起伏啊。曾经星期一，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股市是不是要调整结束了呢？结果你可以看到，在星期五马上有了一个下跌。那我最近呢也是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们说，最近的股市这么反复这么波动，然后最近也是跌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呢？或者是最近Rich 你怎么看现在的大势？这也是最近我收到蛮多人问的问题。那今天呢我就开了一个直播，分享一下一些内容。然后呢，我也是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现在美股真正的大跌是不是还没有正式开始呢？真正的大跌是不是后面还会陆续有来呢？那 B 就是现在的美股到底会跌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对于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 ABC 写在这个留言区里面，让我来了解一下你们对于哪一个话题更加的有兴趣。而且呢第3个话题就是 C， 现在我们如何把握到此时此刻最好的机会呢？这里我也会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市况我会怎么样去做，然后呢也会分享一些工具给大家那现在呢我也看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哪一些话题更加有兴趣那也是跟以往一样，这个直播呢如果到了1000人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讨论股票的但如果到了1000人的话我们也会看一下同学们你对于哪一个股票更加有兴趣的，最多人投票的那个股票呢我们就会来在直播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OK 我看到有同学们对于 A 和 B 更加的有兴趣尤其是对于美股那好，这个我待会儿会马上来讲一下有人说他说的话都很棒的谢谢这位观众的一个赞赏那我看到也有个别的同学个别的观众对于 C 也有兴趣的。好，那 C 呢我在接下来也会跟你们详细去探讨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的长话短说，其实你看一下过去1个月，或者是从今年到现在的一个YouTube 的直播分享也好，或者是在如果你是 GMP 的同学你在 GMP 听我的分享也好，其实我的看法都是没有改变的在年初的时候，我也是变得非常保守当时候还是很多人不信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候Chief爸爸跟我们有做一个投票，你觉得1个月之后股市是跌还是涨那结果很多人也是说会涨的那结果呢，那个调查之后的几天之后就发生了DeepSeek的事件，然后呢，股市就马上有了一个下跌，然后在1个月之后呢美股真正的跌浪就开始了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我的态度呢依然是没有改变的，依然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状态。而且在过去的1个月我也是有不断的去提醒同学们你可以看到我在2月21号那一天开市之前就是 GMP 的时候当时候呢我已经讲过，我是看到了美股出现了突兀的走势，并且呢虽然现在在那个时候是处在于一个接近于创新高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一些突兀的走势，是让我敲起了那个要非常警惕的那个闹钟那我就非常警惕。而那一天的星期五马上就有了一个下跌所以呢我也是那既然我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让他们避免在这个跌浪里面输钱所以我也在那天的晚上准备了星期六的一个直播2月22号是一个非常突发的完全没有事先的准备准备了一个晚上，然后就开了直播，告诉你们要避开美股了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了一些突兀的走势，不健康的走势你是应该要完全的避免的那到了下一个星期的 GMP 我也是讲到我们是需要完全的全面防守而从2月28号到1个月之后，也就是现在，你也可以看到美股呢都是不断的
下跌啊，就连最强势的股票都开始出现了下跌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回顾一下我过去的一些分享啊，那也是很好的啊，避开了后续的这些跌浪啊，在这个跌浪里面啊，我也是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资金啊，当然也有同学分享的非常好啊，LSMC 啊，我记得你是一个老同学啊，你也是说到了啊，我是帮忙大家避开风险啊，那这也是你也是见证着我在过去的一个分享啊，那这里呢，我也是想分享一下，其实呢，在上个星期一个争论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尤其是星期一啊，刚刚收市了之后啊，星期二的早上啊，我记得我打开手机啊，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Holy shit，哇，好爽啊好久没有看到美股绿油油的一片啊，然后当天 Tesla 涨了11%啊，Nvidia 涨了3%啊，然后很多的股票都好像雨后春笋般的突然间冒了一个大洋烛啊，那是不是雨过天晴了呢？那其实我早在这一天出现之前我有分享过的是美股它其实会有出现反弹的几率是蛮大的或者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出现反弹，但是我当时候分享的是我们要看各种的指标而当时候呢我是在这一天出现之前已经是警告过我们的同学了当时候呢我拍了一个影片在星期五的 GMT 晚上我说了一次，然后呢，在我的 APP 的更新当中我星期六又拍了一个影片，又讲了一次然后也提及到这一次呢，我们是要做好面临深度调整的一个准备甚至我原话讲一次我当时讲到的是做最坏的打算，就是现在可能是一个熊市的开始这个是我在我那个影片当中有讲过的，我现在重新讲一次给你们听而这里呢我也分享了一下当时候我看到的一些信息为什么我会这么的保守的一个原因那你可以看到呢，我都是写在了右边的3个重点，而其实这个影片呢我也并不是马后炮给你讲到我现在好像讲中了一样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无论是星期五的 GMT 或者是星期六当时候我拍了一个影片，在星期天上传的时候有讲到的是在当时候大盘它有可能会出现反弹，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市况已经是不健康，而且第一反弹的时候指数是低于均量的，是一个非常疲弱的表现。第二，当指数跌破了200天线之后，没有办法快速的修复失地过去一个健康的市况如果它是短暂的跌破了200天线它如果只是一个中期调整你可以看到随后马上有买盘承接，然后能够快速修复失地。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它跌破了200天线，甚至是跌破了250天线，然后后市走势是无以为继的你可以看到它就算有一个疲弱的反弹，而我也讲到在这个影片当中有讲到当指数到达了200天线的时候，也是一个关键的阻力所以呢我们回到上一个slide 里面你看到股市有了一个反弹，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疲弱的成交量，而且是反弹到了200天线这个关键的阻力所以呢，虽然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很乐观雨过天晴是不是？但在那个时候之前，我已经跟同学们提醒过了其实现在呢，是我们要做好深度调整的准备并且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个别的股票它出现了一些形态上的破坏我并没有看到一个健康的牛市如果在中期调整的时候应该有的情况那我当时候分享到就是那些权重股票的形态或者是之前的一些领导股的走势那些比如说 Palantir 或者是过去我们看到的 AppLovin 在2024年涨了10倍的大牛股、领导股、股王或者是其他的 AI 的股票那这些股票呢如果它是表现强势的，那它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抗跌，而应该还是处在一个 Stage 2一个长期上升阶段，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
但我看到的是这些股票呢，无论是 Magnificent Seven 也好，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所谓的股王Planeta、AppLovin 或者是 AI 的股票又或者是市面上很多的股票都出现了形态的破坏，并且也没有看到新的领导股出现所以这里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并且呢在1个月前我跟 JP 的同学说到，现在是一个中期调整还是一个熊市那我记得我讲的是我倾向于是一个中期的调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跟他们讲的是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策略了我们要改变一下我的看法我是说做好深度调整，甚至是最坏的打算，做好熊市开始的准备那为什么刚才已经一句不漏的讲给你们听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帮助的也是也不用太多的回馈就是很简单的点一个订阅那这样也是能够长期跟踪我们最新的 updates OK 我也看到确实这些都是一些老面孔LSMC 刚才也点名过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同学Kate 他也说非常同意这位 LSMC 的这位师兄的一个论点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同学的一个回馈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那在逆风的时候呢之前我们也是有分享过的赚钱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当然是保住我们在牛市在一个顺风的时候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在一个逆势当中把它输回去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本保住我们的钱，而如果你能够在这段逆风的时候还是能够获利的话呢那这个就是锦上添花了而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呢我也是分享了一些我的一些逆势的操作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TGA， 这个是一个3倍做空小盘股的一个 ETF那也是 RWM 的3倍做空包括还有另外一只股票这个股票呢叫做 IONQ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股票而我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弱势的表现之后呢再配合一些技术分析我是在上个星期3做空了这个股票，然后最近呢也是获得了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回报尤其是在逆势当中那这里也是埋下一个伏笔在接下来我也会分享一下这些股票我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你这个直播留到最后你也会看到我是怎么样去做这些操作的好了，那我们去到了下一个话题这个也是很多同学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很感兴趣的，到底美股什么时候到底呢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最近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的关税的政策，这些关税的政策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呢那这里我们先跟你们做一个互动你觉得股市到底会跌到什么时候呢或者是你觉得关税对于股市有什么影响呢又或者是你对于现在的股市有什么看法你都可以写下来最主要是这2个比较多人问的美股什么时候到底，包括关税对于股市的影响有多大的严重你们有你们的看法的话都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然后呢我也来看一下你们对于现在有什么看法，好不好？OK 我看到有人说10%到15%的 downwards 我不知道你是从高点到现在计算的话，还是从现在再跌10%或者是15%那如果你是从高点开始计算的话，其实现在你看纳斯达克已经是接近10%到15%那对，我们现在也有开了一个投票你认为现在的美股会再跌一点，还是会跌很多？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投票，参与一下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好写下来你觉得美股什么时候到底这个我也是想问一下你。有人说
4月2号大奇迹日暴涨啊 ，Trump great again，OK 啊，这个是你的看法啊，我欣赏你啊，写下来啊。有人说July to October 是一个底，哇，那这个底很长啊，首先要等3到4个月，然后还要去密切的关注到底7月还是8月还是9月还是10月才是那个底啊。那 OK 啊，这个也是一个看法。有人说市场不卖账啊，直接入熊哦 ，OK 啊，那入熊的话，到底什么时候到底啊？这个也是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到底什么时候到底啊？有人说一天在打关税战，股市应该不怎么好吧 ？OK，那对股市的影响就是不怎么好。OK， 理解。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同学有没有观众想讨论一下的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来讲一下我的看法吧。Enter the bear market forever。我觉得是暴跌之后几个月暴涨吧，历史都是相同的。现在买股票已经年轻化，很多人容易被新闻影响。OK 这个也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看法啊。那也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像我一样，对不对？那确实买股票年轻化这个事实也是一个事实啊。多方投降就到底讲得很玄6月份到底 OK 好，那我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你们的一个答案，那我来讲一下我的答案好不好我相信这个也是你们比较关注的那我的答案呢听上去好像不是个答案，但如果你能理解的话，恭喜你，你在股市当中有一定的领悟了其实我认为呢，你要在一个风暴来临的时候，你要预测这个风暴的强度。我觉得毫无意义尤其是如果你在那个大海当中你要去预测，哇，这个是一个10级台风，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龙卷风？其实可能已经太晚了，或者是没有意义就像你要预测特朗普关税，对吧？他可以昨天跟你讲汽车的关税怎么样然后明天就跟你说，我现在不打算实行这些加税了又或者是他跟你说我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实行强烈的关税然后过几天马上生效，结果到那几天之后，他就说，我可以事隔1个月才生效，对吧？特朗普是特别跳跃的一个人，对吧？你永远都抓不了他的那个思路，更何况是特朗普讲了一句话之后，市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这个更加预测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跟风暴一样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去预测，这个风暴它到底有多强会不会在大海当中把我吹死了这个我们预测不了也是毫无意义的。那关键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要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在大海开着那个船，首先如果你不会开船的死了如果你是不会在逆风的时候开船你只会在风和日丽好太阳的时候开船，你到了暴风雨的时候你不会开那你又死了。所以呢，关键的就是第一，你是要学会看懂风向，以及你要学会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开船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风暴来的时候我们是要见步行步的而并不是我预测这个风向可能今天它从这边过来，然后过几天它就会往西边走那就可以了。那万一这个风向突然间转变了一个方向，那怎么办，对吧？所以其实在一个逆风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做的是见步行步一些所谓的预测看上去好像很有用但是你预测了风暴之后又怎么样？这个风暴又不会突然间停下来你还是得见步行步就跟现在我们看股市，我们看关税战对于股市的影响也好，或者是有些人说现在美股的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之后的4月份、5月份的经济的走势是不是要
不好了呢？啊，这些所谓的预测其实也没有用的啊。关键的就是我们真的啊，在现实啊，就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啊，一个风暴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见招拆招啊，见步行步啊，摸着这个石头过河才是一个关键啊。所以呢啊，第一点你要学会看懂风向啊，你要学会怎么样在逆风的时候开这个船。第二就是你要见步行步啊，去拆招啊。所以有没有一个工具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方法啊，可以帮助你去看懂风向，或者是能够见步行步呢？啊，那这里呢我也介绍一下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跟 Simony 最新合作推出的啊一个 APP。那这个 APP 呢啊，也是我在里面会啊，第一会分享一下啊我的一些最新股市的一些看法，然后呢啊也相当于在一个风暴来的时候啊，我来给你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风向啊，然后呢。第二就是也是会有一些教学，就是在此时此刻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操盘，你怎么样去开那个船，我也会教你啊，包括怎么样去选股，怎么样去找到强势的股票啊，这里呢也会啊分享给你们啊。当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和策略啊，也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问，Rich 你的这个 APP 啊看上去功能好多啊，然后呢也看到好像很难上手，那你能不能示范一下，或者是这个 APP 到底有没有一些教学呢？啊，那接下来呢，我也来现场的示范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就来现场的示范一下啊，我的这个 APP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用？好，那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画面，现在呢是转到了手机的画面，是不是啊？那如果你看到是的话呢，你也可以打一个是啊，让我来了解一下，你们也是看到现在我的这个画面，好不好？那一开始呢，是的哦 ，OK， 你们看到，那我就继续了哈。那一开始呢，我先来讲解一下我的选股策略呢，也分成了2个筛选器。那如果你是一个免费的用户你下载了我的 APP 之后你先观察来看一下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突破买入的策略，这个筛选器都会有的你作为一个免费用户，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下载这个 APP， 看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或者是你可以持续的关注 Rich 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这个突破买入的策略，你作为一个免费的用户，你也是能够看到的那现在我来示范一下，并且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选股的思路，以及我的做筛选器做筛选股票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筛选器你看它好像很复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版面，好不好？那最左边不用我说了吧，这个就是股票的名称，然后是价格和涨跌幅，然后呢，后面也是比较多人问的是，它的枢纽点的成型度是什么？然后会看到一个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的，RS 又是什么呢？然后1个月的绩效、3个月的绩效和6个月的绩效是什么呢？那我们先从后面的1、3、6个月的绩效讲起来就是最近这个股票它过去1个月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它这里显示出来。然后呢最近3个月的绩效是怎么样的最近6个月的绩效是怎么样的你也可以看到都在这个版面里面显示出来让你更加有个清晰度。比如说过去呢某一个板块它在过去6个月是涨得很多的，但是最近1个月它是跌的可能代表着资金可能在短期在这个板块或者是在这个股票里面撤离了那这个也是一个信号给你看到又或者是它过去涨了很多然后呢最近有一个整固所以呢最近1个月它没有怎么涨这里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你们。那下一个呢来讲一下什么是 RS 那这个呢也是我的系统里面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那简单讲解呢就是 RS 它并不是 RSI 跟我比较常用的技术分析的指标 RSI 是不一样的。那 RS 呢它就是一个指标就是显示它的相对强度到底有多少那如果你看到它是相对强度50%的话，那也是代表着它是跑赢了
目前美股的50%的股票。好了，那你看到PM 这个股票它的 RS 是94，那代表多少呢？也就是代表它现在呢是跑赢了美股94%的股票。那RS 越高，也就代表着它越强势啊。当然，这个也并不是一个分数啊，看到99就无脑买入啊，因为有可能你看到99%的股票啊，它可能已经是突破了，已经是涨了很多了啊，你现在去买入已经是高追了。但是呢，一般在大涨的那些股票大涨之前啊，它一般也是已经跑赢了大部分的股票，它也已经是一个强势的股票的表现。所以呢，一般如果它的 RS 有超过80的话，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进入了强势股的一个门槛啊。所以呢，这个 RS 也是一个分水岭啊，你可以去判断一下这只股票它的相对强度怎么样。那另外也是一个很多人问的枢纽点的成型度是什么呢？那这个也是我的系统里面会用到的一个工具。我们会观察的是它的枢纽点的成型度到底它发展的怎么样而1到5分这里呢是简单化的给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股票它的枢纽点发展的怎么样？那如果是5分的话它可能是枢纽点发展的相对比较成熟。然后呢如果用我的系统来给它一个打分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set up 那我可以这样去看它又或者是如果我看到它只是枢纽点1分的话，代表什么呢？可能就是它最近呢有出现波幅收缩的情况，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型这个枢纽点成型度。好了，那我讲了这么多，不如我来直接给你看一个股票吧。那我就用 PM 这个股票，最近我看到它的 RS 很强，它的表现怎么样呢？原来它在过去的2、3个月是有一个上涨的那这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一个跑赢大势的一个指标了你刚才看到大盘现在是不断的往下跌，然后呢也是跌破了200天线，但是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不但在200天线以上这里呢我还没设置我现在设置一下，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APP 里面你可以设置一下移动平均线那这里呢我一般的习惯就是50天线和200天线都会打开那如果你是不喜欢用200天线的，你喜欢用250天线也可以又或者是你喜欢用60天线一个季线又或者是半年度的120天线也可以那这个也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喜好那这里我先选回200天线，然后呢你看到这只股票它在10天线、20天线、50天线和200天线以上并且它最近呢也是在发展一个枢纽点，那由此可见哇，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的奇葩，是非常强势的。好，那我想更加了解这家公司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跳到 Google或者是跳到其他的 APP 看一下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你不用，你可以直接呢点一下这个基本的资讯，好，你就可以看一下原来它是一家烟草的公司OK， 那我想了解一下它过去的盈利增长怎么样那我点一下它的营收成长原来呢它过去的数据它这里都有显示出来。然后它的利润的动能是怎么样的？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是怎么样的？那过去几个季度表现怎么样的？它这里呢都有显示那或者是如果我是一个相对比较中长线的我想看年度的，这里也有你可以点一下年度，然后这里呢都有显示它过去几年的数据。好了那我举个例子我看完这只股票，我觉得这个股票它有潜力，我想放到我的 watch list， 那怎么样呢？我就把它放到我的这个按一下右上角的那个星星，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放到自选股的清单当然这个你可以后续的改一下它的名字那这里呢，我先把它放到自选股清单1，好了，确认，然后呢，你回到前面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呢看到自选股的时候，这里呢就会显示它的股票在这里呢。好，那我再来看一下其他股票比如说 ABBV，它 RS 84，然后呢，看到它好像也是逆势上涨的股票我也来看一下它 K 线，那我可以看到呢，它这里呢，
虽然它最近有一个回撤，但是它依然在50天线以上啊。跟大盘对比的话，大盘现在已经是跌破了200天线啊，已经在所有的移动平均线之下啊。但是这个股票它是呈现出一个强势的表现。那如果我对它感兴趣的啊，我了解一下它的基本面哦，原来它是一家制药的公司，主要是做免疫学和肿瘤学的领域的哦。OK， 那如果想了解一下它的一些营收增长的话啊，这里再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啊，我觉得这家公司它有潜力的啊，我也想看一下的话啊，那就我想持续的关注的话啊，那我就放在我的自选股的清单里面。然后呢，你之后你就不用每一次再打开这个 APP 的筛选器再去不断的去看它了你就直接看它的这个自选股的清单然后呢，最近呢这里呢也有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突破的信号支撑的信号包括瞬间成型度这些用户要求我们新加进去的新功能最近呢我们也是加进去了所以你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股票的一些信号了。好，我们就回到了下一个筛选器这个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做突破的策略你有没有其他策略可以选择呢？就是回踩急进。那回踩急进呢，就是用另外一种策略。那另外一种策略呢，就是回踩急进就是如果这个股票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动能，涨了之后或者是它出现了突破之后我想关注这些拥有短期之内动能强劲的股票，然后呢，我想看一下它如果之后回调到一些支持位的时候我想在那个时候进行一个回踩急进的策略，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用现在的一些股票例子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我看到AEM 先回到刚才的画面我看到它出现了突破的信号，并且呢最近呢也是有了一个支撑的信号。那什么是突破的信号呢？就是过去的股票它有一定的上涨的动能那它这里呢就会显示一个突破。那支撑的信号呢，就是当这个股票它回调到一些支持位或者是回调到一些移动平均线的时候它这里呢就会显示一个支撑当然具体的你还是要用你自己的判断去判断一下原来它现在是回调到10天线，或者是现在它是回调到20天线，或者是一个支持的区间，那你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去判断的那我们就打开一下这个 APP这个股票 AEM 那你可以看到呢它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突破，而最近呢AEM 这个股票它是回测了前面的一个前浪顶前面的一个高位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调整我可能想等待它下跌到了20天线的时候，我再去进场的买入，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那你就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股票放到你的筛选器的清单里面。那这一次呢为了区分开来我就选择放在自选股的清单2那这个就是一个回踩基金的一个清单，那我就放进去了那这家公司是做什么呢？原来它是一家金矿公司可以。那我大致了解了之后，我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股票比如说我又看到了一家金矿的公司这个是 AU然后我看到它是出现了一个突破的信号。那你可以看到它的 RS 也是很高的94。那我现在点击去看一下它的 K 线，哇，原来它很强势但是它现在没有回调到一些支持位那我可能想关注它的话我就点一下，然后放在自选股清单的那个 watch list 里面。那后续我可以自己去做功课的时候，就可以在我的自选股的清单里面去看它了。那这里呢分享一个我平时看股票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我会去看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筛选器第一，它筛选出来的股票数量并不是很多，那也就代表着现在呢可能市况并不是很好不是很多的股票
符合我的一些买入条件啊，或者是我的筛选股票的条件，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类的股票并不是很多啊。然后第二，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就拿今天作为一个例子啊，我看到了刚才的 AEM， 或者是刚才我看到 AU 或者是下一个这个 KGC 也是黄金的，包括钢铁 X 它也是一个资源类的股票那从这里呢，我就可以快速的从我的盘感就可以快速的了解到一个消息，最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金矿股出现在我的一些筛选股的清单里面呢？又或者是为什么最近这些板块同时间有这么多股票出现在这个筛选区里面？那也是不是代表着可能现在市场有一些资金是流到了这个板块里面你可能是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没有办法留意到的，但是你现在透过看这个筛选器你了解到了这个趋势那我就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灵感顺藤摸瓜的去看一下其他的金矿股票比如说GDX 这个是它的 ETF 对吧？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接下来我会分享的是我的一个重点关注的清单我也会写一下我的一些短评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刚才的 AU 其实也是我透过看这个筛选器看到的其中一只强势股票那我也会写下来，也会重点的去关注它因为它是一个同时间它也是逆势上涨的强势股，并且它也是最近表现出强势的金矿的股票，那我就会重点关注了之后写下来并且也会分享我的一些看盘的思路其实我也是看这个回踩基金的筛选器筛选出来的。那顺藤摸瓜刚才讲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是分享到我看到了这么多股票，它最近都这么强势就金矿股票最近这么多这么强势的，那我要看一下黄金好不好？那黄金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涨到了3000多点也是破了新高，然后也是非常强势。然后很多人也跟我们说，Rich， 你觉得黄金怎么样现在黄金3000点了，还能高追吗？那黄金我在看技术分析的时候我看到第一我现在进去的话没有先机了然后也没有看到一些机会但是呢，我可以透过这种筛选器去顺藤摸瓜了解到原来除了黄金之外，金矿股也是一个机会它也跟黄金有挂钩，然后它最近呢也是呈现出一个强势那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也是把 GDX 这个是一个金矿股的 ETF， 我也把它写在了我的重点关注的清单里面这个也是如果你作为我们的 VVIP 你也是会看到的一个重点那除此之外也是顺藤摸瓜的，你也可以看到 PAS 它是一个银矿股，或者是 GXJ 一个小型金矿股的 ETF 这里呢都是我透过刚才的看筛选器的一个做功课的环节得出来的一个灵感，然后也是看到了最近这些股票也是一个强势的表现，所以呢这里你就看到了这些股票它表现强势，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自选股的清单里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好，那除了自选股清单之外除了重点关注之外呢接下来我也会分享一个也是我们黑钻会员会有的一个独有的功能，就是我的投资日记那现在呢我们先切回到我的 PPT那这个投资日记呢，就是我会分享一些我过去的一些真实的操作而且也是一些实时的并且也会分享我的买进卖出价格当然这里呢并不是给大家看了我的清单作为一个 shopping list 无脑的去买入跟着 Rich 去买就好了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给你看一下 Rich 到底在顺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做的逆风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做的，他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策略，以及他为什么会看这个股票，然后他这个股票出现了什么信号我才去买入，或者是这个股票出现了什么信号我才会卖出我这里呢都是会公开的分享的那我们现在就切回到我的手机的版面。
好，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画面是不是？那现在呢，我就跳到了投资日记里面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操作。那比如说啊，我就拿刚才我分享过的 IONQ 啊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操作。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做 IONQ 是在2025年的3月26号，在25.9块的时候做了一个沽空的操作啊。那这里呢，我都会分享出来为什么我看到什么信号啊。那我这里呢备注的时候写到啊，它其实是反弹到一个阻力区间，再加上下降的趋势线之后受挫啊，然后呢具体的你可以这里仔细的看一下啊，你作为一个 VVIP，你可以去回看一下我的一些操作啊，然后我的离场的位置、出场点设置在哪里呢？啊，那我的止损的位置设置在28.2块啊，那为什么我会设置在这里呢？以及我在盘中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笔操作啊？其实，在我的VIP 的影片当中，我会每个星期的去复盘一下我在过去一个星期做的一些操作。所以呢 ，RONQ 这笔交易啊，我也是在昨天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呢放在了我们的会员区里面，只是给 VIP 的同学看到，哎 ，Rich 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笔交易啊？他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啊？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啊？然后。他对于这个股票有什么 comment 他也会在那个影片里面讲出来所以呢关于 IONQ 的沽空的操作在上个星期的影片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解了。那包括 TGA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截图在逆势当中的赚钱的操作我也是很实在的分享其实我也是在3月26号的15.2毛2买进了 TGA 它是一个3倍做空中小型股票的 ETF 那这里我讲了一下，我买这个股票的时候这个 ETF 的时候，我需要备注什么那我这里我都去写下来，并且呢，在过去那一天的影片，我也分享到，哎，我为什么会考虑这个 ETF，然后呢，也会分享我在做的时候想了哪一些决策，并且也会分享我每一只股票，你可以看到。我都是设置了一个止损的位置，那这个股票是止损的位置是14.6，那为什么我会设置在这个止损的位置呢？在昨天那个影片我更加详细去讲解了那个影片时间非常的长大概30多分钟然后还有另外一支影片讲到了上个星期的一些大盘以及大盘未来的一些展望我也是有分享到最新的操作所以呢。这个时间真的很长加起来已经是大概90分钟所以我这里就不公开给你去看了好，谢谢。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有 VIP 的专属影音和文章都有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VIP 的专属里面会分享到我的一些复盘以及大盘的更新每个星期都会做一次这样的一个分享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了。我的 PPT， 大家看了我刚才的操作清晰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人问1年的价格是多少我待会会分享一下，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分享一下，就是黑钻会员另外一个独享的功能，就是会有一个私人投资分享会每个月1场。那这里呢也会分享就是一些回顾，就是对于你个人的持股你的。买卖策略执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你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好的，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在这里呢都会跟你去分享一下那下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觉得我想先体验一下的话又觉得想支持一下，然后想体验一下的话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白金的会员，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之前的问卷当中问到了是一个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首选的一个方案。那这个会员呢，也是会享有以下的功能但是就没有了投资日记和刚才的投资分享会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如果你是白金会员的话现在我们这个优惠是限时的只是用6个月的价格享用1年的使用权限。现在呢，只是需要599原价是1222现在是599。6个月的价格就能够享用1个月的权限1年的权限而且呢
如果你觉得你想先体验一下用一个入门的价格去体验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记忆方案，你可以用299的价格就可以体验1个季度。好，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早鸟的期间，我们还是有一个优惠的那如果你今天选择报名的话，我们还会送你以下的4个好礼当然这个好礼呢，只是你作为一个白金会员的年方案，或者是一个黑钻的至尊会员才会有的那第一个呢是你今天报名可以送1个月当然这个1个月的权限呢只是前300名的同学可以获得那如果你是选择白金会员的记方案的话呢，也是可以拥有的。那第2个呢，就是我会送你一个策略教学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也会送给你们的。那第3个呢，就是这个也是待会儿我们会做的一个活动，就是抽取 NVIDIA 的股票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报名，而你有兴趣想报名年会员方案的话那待会儿你也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抽奖的环节。那第4个呢，就是我们会送你一个价值599的精华课程，这个呢就只是送给白金的年会员和黑钻的至尊会员那这个优惠呢只是到明天晚上结束也是最后一天也是一个限时的优惠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 PPT 右边的一个二维码iOS 或者是 Android 都可以下载。那接下来呢也会教你们怎么样去下载那第一个呢就是分成 iOS 和 Android如果你是 iOS 的话，你可以直接扫描左边的 QR code那个二维码直接扫描就可以了。那安卓的用户的话呢因为现在还是要等待着 Google 审核上架所以呢我们现在会提供一个官方的下载 APK 的文件，而你下载的时候呢，记得点击允许下载未知来源的应用程序那你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然后你下载了之后，你可以创建一个账户，并且呢，这个账户也是支持多种注册的方式Facebook、Google或是 Apple 的也可以然后呢，当你注册了一个免费的账号之后，你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点击更多，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升级专业版，然后呢，选择你想要的方案，立刻购买就可以了那安卓的话也是类似的，当你下载了之后点击右下角更多，点击升级的专业版，然后呢点击你选要的付费方案，立刻购买就可以了那最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提问我们的客服，或者是你可以去跟 Simony 的客服去联络，那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在当天回复。而且呢如果你已经成功下载了这个 APP 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 的那个更多的版面里面点击线上的客服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直接的说你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最后的一个优惠明天结束，所以呢这里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你也可以赶快的报名。而如果你是一个想试试看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记忆方案或者是我们的免费版，你可以先下载我们的免费的 APP 试用一下看一下那个突破码流的策略是不是适合你的那你试用了之后，你觉得也是OK觉得很好的话，你再去选择付费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今天才报名的话你也是才报名那个年会员的话也是可以在接下来我们在那个抽奖的环节，你也是能够参与的。好，那到现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人说今天会抽奖吗？是的，我们待会儿会抽奖，包括 APP 如何订阅刚才我们有了一个很详细的教学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不懂的话，你也可以去提问我们的客服，或者是提问 Simony 的客服好，那我没有看到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到一个抽奖的环节？那这个抽奖的环节呢我们这一期的抽奖呢会抽出3名的幸运儿我们总共会有几期的抽奖环节。那第一期呢就是会抽取3位的幸运儿，会抽取给他们，如果他们是填写了问卷，并且是订阅了 App 的年方案的话呢，也可以获得1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准备好了那个线上的抽奖工具，我们现在也是线上的马上的直播，我们会不会直播？我们会宣布我们会宣布 ，OK。那我们线上呢直接抽奖，然后呢就现在马上的抽奖，然后呢也是当我们抽奖了之后，也会公布我们的幸运儿。好，然后当我们宣布了这个幸运儿之后，我们也会直接去联系你所以你也记得留意一下你的电邮。好，那现在呢，我们来抽取一下我们第一位的幸运儿，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抽到了3位的幸运儿了。你要不要给我看一下？好，那第一位幸运儿呢因为我们会直接讲你的那个用户的名称那电邮的前面我们为了保障私隐我们就把后面的电邮后面的部分就把它隐藏掉我们只是会公布你前面的电邮前面的部分然后来分享一下。好，那这里第一位呢就是HomeLin然后/9，那这位用户呢恭喜你，你是获得了1股的 NVIDIA这是第一位幸运儿第二位呢就是这一位Chongqing那这位用户也是恭喜你你也是做了我们的幸运儿，你获得了1股的 NVIDIA然后第3位呢就是 Dennis 这里呢也是恭喜你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儿，你获得了1股的 NVIDIA 好，那恭喜这3位同学我们的客服呢也是会联系你们，然后呢你们也记得查看一下你的电邮。那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最后呢，也是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之前是拍了一个 YouTube 的视频那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们上个星期4的影片的话其实那个影片只是上半集，我们的下半集呢会在明天的晚上7点钟准时在 YouTube 里面更新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继续观看我们最新的影片的话，记得明天的7点钟，我们的 YouTube 呢会更新一个最新的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会分享一下我们来观察和统计过去的一些熊市的经验，并且看到了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精华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吸收。如果在之后真的是一个深度调整或者是一个熊市的话，到底我们可以做哪些操作呢？我们可以在下个影片里面详细的分享，好不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我们会有一个 YouTube 的更新，那我们明天再见。